你呀，太让寡人失望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哎，王后，姐姐，王后，姐姐，王后，太医，太医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太医，太医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别吓我，姐姐，太医，姐姐怎么了？太医。赶快向大王禀报吧，王后有喜了。有喜了，姐姐。郭美人死了，让永相令好好的把她发送出去。老奴明白。他这个人心浮气躁，但又最贪恋奢华，怎么会甘心自杀呢？母亲，给寡人好好查查。是。眼下后宫总是出事，寡人正想，是不是该把这后宫重新交回给魏夫人主持？依老奴看，禀报大王，太医说王后有喜了。啊！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马上告诉太医院，派2个最好的太医照料王后。是。这回好了，寡人要有嫡子了。大王，您刚才说主持后宫之人，若此时变动，恐怕对王后安胎不利。算了，以后再说吧。希望寡人没有看错人。姐姐，你醒啦？王后，姐姐你躺下，别动，要好好休息。为什么？你有喜啦！我有喜了。哎呀，真的，我真的有喜了。是。大王呢？大王知道吗？已经派人去通报大王了。大王一定在怪我，樊少时因此早产，郭美人又自尽了，我没有管好后宫。今日的事，样样都撞到一起，不能怪你。可是，在大王心里，这些罪过，我是逃不掉的。让婢子不平的是，今日之事明明是国美人他们冲撞王后，尹夫人在大王面前竟然不替王后分辨，反而替国美人他们说话。那个女人，我们惹不起，下次见到她，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。也算王后命好，竟然这个时候有孕。本来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，她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翻身的。哼，姐姐，就算王后有孕，也抵不过国美人自尽和樊少时滚下台阶的错处，差一点儿是2条人命啊！啊，不对，是3条。这次啊，可够他们担待一阵子的了。哼。国美人自尽，那原也是阴差阳错。估计她本意也就是想闹一闹，让王后难堪。谁想到，她竟会那么笨，踢翻了胡床，胡床居然卡住了门。好一阵侍女才推开门，结果假戏真做了。姐姐，我可是听说幕间正在拷问国美人身边的人。
万一侍女把真情说了，闹不好大王会怪罪的。有何真情？我们既没有将樊少使推下台阶，更没有让国美人上吊啊。姐姐说的是啊。唉，不过反过来想想，王后这时候怀孕，没准是好事呢。王后怀了大王的嫡公子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失了宠，那嫡公子生出来也是要讨人嫌的。姐姐，到时候你的公子华做太子，那可就是十拿九稳了呀。妹妹，你真会说话。姐姐今日如何？不好，这2日王后都不怎么肯吃东西，本来就害喜，吃了就吐，再加上心里烦闷，人就消瘦了许多。王后觉睡不踏实，听见脚步声人就惊醒，我们都不好说破。王后那是盼着大王呢。自从我怀孕，大王总共来我这里也不过2次。唉，这孩子命真苦，还没出生就和他娘亲一起被大王嫌弃了。王后别这么想，到底是大王的嫡公子，大王怎么会不心疼呢？只是眼下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搅和在一起，大王不得不对王后疏远，也好显出公平。什么公平？我又没做错什么事。王后是没做错，那芈月呢？事情不都是因她而起？她若不冒冒失失的去抓厨娘，那国美人能借着这个由头辱骂王后？樊少使能莫名其妙的摔倒？王后都是因为护着她，才惹出这些事端来。姑姑说的不对，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躲就能躲得开的。妹妹来了。外面的花开得好美，这是我采来给姐姐和肚子里的孩子看的。其实刚才玳瑁姑姑的话也不无道理，你我当日都太过冒失。我若能忍了一时之气，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。姐姐何苦要自怨自艾？妹妹从不愿意忍气吞声，更不赞成姐姐委曲求全。可如今这件事情都指向交房殿，我是有口难辩。我也觉得那日是赶事，怎么会那么巧？特别是樊少使跌倒，真的有些奇怪。